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就是这一款来自万代8月发售的魂线新品 Metal Robot 魂的全装百事改，产品的定价也是来到了26000日元啊，跟大部分的 MB 都一个价了。然而戴哥的这个品控啊，连盒子上的烫金字体也能中奖的吗？哎，真是绝了。机设上来说，百事作为德尔塔高达放弃变形融入可动骨架的试验机，在科瓦特罗大卫的驾驶下，在对提坦斯的战斗中大放异彩。但是提坦斯的科技树点得很快啊，奥古这边后期渐渐感到提坦斯的新机体真的难以对付，于是向阿纳海姆提出了圣诞节礼物清单的装备增强计划。那其中的一个产物就是由百事3号机改进而来的百事改。那么众所周知啊，百事是永野户博士设计的，但百事改是叶户博士离开团队后改进的，所以这个可能真的不是设定啊，大概率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的。反正我是觉得少了点叶狐那种复古但又优雅的机设的感觉。OK， 那么我们就开箱进入正题吧。那基础的百事改有几个地方要 presetting 一下啊。首先就是这个头部的天线，然后光束剑柄的收纳是通过这个夹扣夹到屁股后方的，这个夹扣可以抬起来打开，然后再把剑柄放进去，但是这个 C 扣并不会扣紧啊，也没有固定的位点，导致搭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松啊。那接着拿出这把百事也通用的光束步枪啊，虽然只有动力管的部分是有涂装的，但一应细节什么的都很精致啊。E-Pack 能量包也完美的还原了，同时也能搭载到背包上，把枪身侧面的填补零件先抠出来，再把这个搭载用的连接件再装上去就可以了。搭载的部位是有背部推进器的上方的插孔，话说这个设计就不怕喷口的尾焰把枪的 E-Pack 给点炸了吗？ OK， 那么搭载完成后的百事改整体造型就是这样啦。卡叔对这种罚站 pose 下的造型拿捏确实是不错的，依旧是细腰身大长腿啊，和永野户的机设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整体美型度我觉得是可以给高分的。而且这一次整体的金色漆面质感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虽然原机设可能是电镀金，但是这个高饱和的金色喷漆才更符合我对耐光束涂层的理解啊，漆面的颗粒感和平整度都拿捏得非常的到位。接下来我们来分部位的看一下机设和产品的特点。首先是头部，这个异形的头大家都很费解啊，当然这也是有说法的。更换了动力炉以后的百事改有了超级充足的功率，重新设计并布局了背包，又把头部原本集成的电子元件都挪了过去，于是头部这边就空了。开发人员索性就给头部加装了一套指挥官用的电子系统，并且把常规的火神炮也给换成了脉冲激光加特林。但是加完后就发现散热根本就不够啊，于是只能把头部加长用于脉冲炮的散热。设定的是咱就图一乐，机设师喜欢这个造型才是真的，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呢？不过配件里倒是提供了2个脑袋啊，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高达式的双眼且涂了金属绿色，一个则是跟百事一样的眼罩式的监视器，这个我还真没查到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啊。如果有懂机设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不过眼罩式才是夜狐的机设真传，毕竟百事的头设定里做成那样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做实时机体数据的扫描用的。但是头部做成这样的异形的话，可动的干涉必然就是无法避免的了。虽然设置了双段的脖子关节，低头倒是有30度，但是抬头就完全不行了。但左右的摆头幅度倒是还可以啊，能到左右30度左右。整个头虽然可以转360度，但干涉是非常严重的啊，这样左右90度其实也够用了。不过这个胸腰的可动就做得非常的泄了。首先胸部有一段前后倾，但范围真的很小，前倾可能只有15度吧，后仰加上腰部能有20度左右。左右的侧摆也完全是腰部的球关，范围倒是还有25度左右。平转也是靠腰部的球关做到360度，但是这种产品腰部用这个小球关，把持力差不说，半年之后必松。放大看到上半身的细节，其实百事改的胸腰和百事区别并不大。惊喜的是驾驶舱旁边竟然还有相关的警示标志遗印，细节党狂喜了属于是。再看到肩甲的外侧，设定上是新增的推进喷口，涂装非常的漂亮啊。外面这片挡板是可以做这样上下移动的，整个肩甲本身也是可以向上翻的，避免与手臂产生干涉。大臂垂直是可以360度的，但是后方的背包太大了一点，干涉有点严重啊，不知道真实的战斗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肩部有向前30度的隐身关节，还算是很不错了。手臂侧平台由于肩甲不会产生干涉，所以能轻松的抬到90度的平举。大臂根部也可以做360度的转动，内部动力管的结构和细节也很好评啊。最后是这双段曲肘关节的150度，整体手臂的可动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接下来看到腿部的造型，其实是有一点像德尔塔高达的设计回归的感觉，尤其是前方延伸出来的2根刺啊，夜狐最爱的性感小腿路内构也完全的保留了下来，前后以及侧面的裙甲都能展开，几乎不干涉腿部的可动，这个值得点赞一下啊。裙甲避让的同时，大腿也有下拉的避让，可以看到整个大腿根部就是一根金属杆子连接的，这玩意儿可以像这样大幅的向下摆动。那在这样的下摆幅度下，这台百事改的侧踢惊人的超过了90度，非常逆天了。另外前踢也是毫无干涉的，所以前踢90度是毫无压力的。不过后踢虽然能抬起后裙甲，但也只能到向后45度，大腿根的平转是能向后180度的，前方凸起的干涉导致不能360度是有点可惜。不过这个屈膝我就真是不太理解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太紧了，我没有用上力，但我尝试了好几次还是这样，说明书上也没有提，所以它确实就是只有这45度的残疾屈膝，在这儿给我搞笑呢。这直接导致了我拍出来的所有 pose 全部都这样僵硬的不行啊。接着是小腿这里的内构，可以看到这里随着脚掌的上下抬，除了液压杆的联动以外，骨架也有2段的转动，内构确实做得很漂亮，但幅度真的很一般，尤其是这个左右只有30度左右的接地性，我只能说漂亮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这个脚掌的旋转也是的。另外虽然是采用了很长的大脚掌，但没有给脚尖安排上下的2段摆动，这导致咱摆造型的那大脚掌简直是无处安放啊。我不知道卡叔是不是参与了可动的设计啊，虽然整体的可动还不错，但把玩起来又感觉特别的逆天，就仿佛专门为战士而生，而并非是可动。最后来看到背包啊，作为百事改最大的变化，设定中设计人员觉得既然都舍弃了变形结构了，德尔塔的稳定翼结构也干脆整个替换了好了，于是重新布局设计了这个鼓形的推进器，推力和推进效率都比百事要强上很多，并且之前也提到背包中间的部分集成了之前头部的所有的电子战设备，可以看到有绿色涂装的部分就是它了，并且增加了这个长的推进器来替代之前的稳定翼做 M-Bug 机动。这台百事改也是完全还原了其可动啊，整个涂装的细节，尤其是每一个喷口的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啊！要是可动也这么给力就好了。好了，整个素体百事改的部分就全部介绍完了。那这台最大的特色可不是什么素体，而是包括手型在内密密麻麻的这些配件，来还原全装百事改的造型。那接下来咱就一起上装备看一看吧。首先是这个肩甲挡板外侧的滑盖，向下推开露出连接的装位，接着拿出这个零件装上去就好了。设定上这里是新增的姿态抑制用的喷口。接下来把原本内藏了榴弹发射器的小臂甲给移除，这里倒是没有还原榴弹发射器，并且这个地方是有点紧的，要小心漆面刮蹭。接着把这个有爆裂螺栓的臂甲给装上去。激战里面这东西就是这样滑下来，然后变成全套，然后打在敌人身上的。标志性的就是这3个红色的触点了，但是除了帅以外，我其实非常的怀疑这玩意儿实战的意义啊。接着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难装啊，说明书也没有清楚讲明白你要怎么按进去。你首先要把这个零件避开2根尖刺放到里面去，注意破损啊，这2根刺是硬的。装上之后要注意看腿内侧的这里，一定要把这个黄色零件的部分扣到这个梯形的凹槽内。这个时候用大拇指按住这个凸起的桩，另一只手用力按另一边凸起的桩，把整个装甲推进去，像这样固定到位。接着拿出腿内侧的这2片装甲先组合在一起，然后把它装到小腿的内侧，那个长条状的喷口零件要插进小腿后方的槽内，暂时不要按紧装甲。这里还要把大腿前方膝盖处的一块装甲给搭载上，这块的槽也是要装到这个侧面零件的里面的，这时候就能按紧整个腿甲了。最后再把外面的这一片也给搭载上，那腿部的装甲就全部安装完成了。胸部首先要把金色的2片小零件给抠掉，接着直接插入这个搭载了高能米加粒子胸口炮的胸甲，接着拿出这个零件把上面蓝灰色的部分拿掉，然后先把这个金色的部分直接插到侧裙甲的外侧，接着再拿出这个蓝灰色的零件给装上去，注意它的上方其实就是个扣子，要把裙甲的上方的部分都给夹扣在一起。
然后是这个肩胛啊，直接从外面推进去卡好就行了，简单又牢靠。最后是背包的部分，首先把两边的小盖板给抠掉，接着再拿出这个超级大的追加推进背包，照着插上去就 OK 了。还有就是这把枪啊，设定里它是原来百事那把超长超大的超级米加粒子炮，经过工程师们小型化后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玩意儿的出力和那把大炮是一模一样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科技啊，能发展的这么快？那这枪不仅有前后的延伸展开，整个枪体的细节也非常的漂亮啊。涂装没有丝毫的出界和异色，同样这个枪装上连接件以后也能搭载到背包上。OK， 那么完整的全装百事改就搭载完成了。该机是阿纳海姆认为百事火力孱弱，猛堆火力改造，结果发现机动性又不足，又大量追加推进器的作品，完全违背了百事轻量化高机动性的初衷啊。不过也毕竟是阿纳海姆，这种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操作也就只有你了。并且在设定中，该机在格里普斯战役中就已经登场了，并且在和量产型精神力高达的战斗中双双报废。但我更好奇的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啥没有第一时间给下亚呢？比较惊喜的一点是，虽然看上去搭载了非常繁重的装备，但都搭载在一些延伸的没有太多可动的部位啊，所以整体的可动性几乎是没有受到什么干涉的，几乎跟百事改是一样的。唯一的问题是背包变重了，导致腰部的球冠有点把持不住了。再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些新的装备。首先这块挡板的作用其实是埃利场的发生器，但范围很小，只够包裹整个胸部和驾驶舱，所以当需要用背部的加农炮时，需要先像这样放下挡板，再翻出炮管。另外炮管这里是可以做一点左右的摆动的，不过还是因为脚部造型整体的缘故，摆出来的造型还是有一点僵硬啊。接着来看到腿部附加装甲，设定里这里和腰间是追加了2连装的导弹的，可惜这里并没有还原展开的机构，只有一个造型件。那整条腿的造型在增加了腿部装甲以后，也变成了这种厚重的高出力的风格。造型方面各位觉得如何呢？最后来看到的就是这个增加的推进器的背包了，除了作为米加粒子炮的炮台，下方也全是推进喷口，这个造型跟海牛的那个背包异曲同工啊，也是有着一定的左右摆动的可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台百事改的全部的内容了。整体看下来，除了可动设计有一点拉垮以外，其他的方面几乎做到了量大管饱，质量上乘。但要说值不值这个定价呢，我个人倒是可以接受。但如此冷门的机体，我也只希望再降降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好价买到交。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关注一键3连哦，拜托拜托啦！